从小我们就听说过，在秘鲁的沙漠里，某些古代纳斯卡人绘制的神秘地画，但是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要画这些奇异的图案。不过近年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有了一些最新的发现。第一步荒野中游历，先去看看纳斯卡线条，然后再去瞧一瞧世界上还有哪些神秘的地画。纳斯卡线条是所有古代地画中最著名的。纳斯卡人说，创造它们是为了让天空中的神看到。这些地画位于秘鲁南部沿海的纳斯卡沙漠中，这片沙漠干燥炎热，并且地震多发。从首都利马开车约7个小时到达纳斯卡市。这座旅游城市有一座小型机场，天上飞半个小时，$80起步。不过从附近的山上，或者借助高清卫星地图，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。最著名的线条集中在纳斯卡城市北部约25公里处，通过一条公路相连。现在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，他们到底画了什么。螺旋图案、蜘蛛、植物、花朵、植物与蜻蜓。最有代表性的蜂鸟图案、蜥蜴、苍鹭，标志性的猴子图案，一条鱼，标志性的蜂鸟图案，著名的纳斯卡猫，著名的纳斯卡狗，著名的巨人图案。还有一些无法分辨是什么物体。奇怪的动物，奇怪的鸟，整个区域还被数条巨大的直线相连接。多数著名的图案集中于150平方公里范围，受益于纳斯卡沙漠的干燥，使这些线条经历了1000年之久，仍然能够完好保存。现在人们只是知道这些图案是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间画成的。古代人没有无人机，也没有高空观测技术，他们怎么能够画得如此精确？也常有人把这些地画和神秘事件联系起来。梵文的文献中描述了一个故事，其中一架飞机降落在地球上，当地人惊讶地看着全身金色、闪闪发光的类人生物出现在沙漠中，他们采集了金属，然后乘坐白色的物体飞走了。震惊的美洲原住民随后将纳斯卡视为神圣之地，他们的祖先开始世世代代建造更多的雕像和跑道，等待众神的回归。学者认为，纳斯卡人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测量设备就能建造线路。考古调查在一些线路末端的地面上发现了木桩，只需要沿着2根木桩之间拉一条绳子，并沿着绳子去掉沙漠表面的红色卵石，就可以建造这些线路。而干燥的沙漠环境使这些线条保存了下来。确定它们是如何制作的不难，最难的是纳斯卡人为什么要画这些图案，至今依旧没有答案。2020年 IBM 使用机器学习技术，在纳斯卡周边地区发现了100多个全新的图案。人工智能面对大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，通过不断的训练算法，达到了超越人类的能力。技术仍在发展，全球的科学家仍在努力寻找纳斯卡线条建造的目的。古老的遗迹从未被遗忘。除
除了纳斯卡线条之外，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古代地画，有一些有明确的记载，有一些来源仍然未知。距离纳斯卡不远的皮斯科湾，远在20公里外的船上都能看见这个符号。有人认为这个图案象征了中美洲的世界树。附近发现的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年，和纳斯卡线条处于同一个时期。英国关于白马的地画很多，乌芬顿是最出名的，也是最古老的。至于这匹白马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，其实英国人自己也未必能够搞清楚。还有韦斯特伯里白马，被认为是盛产麦田怪圈的威尔特郡的象征。除了白马，最有名是塞内阿巴斯巨人，高达55米的巨型粉笔画，据说也有1000年历史了。在辛普森一家电影的宣传片里，巨人身边站着辛普森挥舞着甜甜圈的形象，让当地的异教徒感到不满。他们发誓要施展暴雨魔法，将辛普森冲走。这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地画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无人荒野，整个地画长达2700米。1998年，一名飞行员偶然发现了它，它与阿尔忒弥斯青铜的轮廓正好相反。也有人怀疑这只是一场恶作剧，飞行员本人可能就是匿名的创作者。就像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广告标志字母，宽度达到了3200米，是1965年由几个卡车司机接商单建造的。后来这里杂草丛生，这家公司也几乎倒闭。直到卫星地图技术的发展，人们才重新想起来这儿还有个巨大的地画。这组地画最早是在1932年由飞行员发现的，位于美国科罗拉多沙漠。地画形成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，最多只能认为是由人类创作的。视频最后，我们去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看看巨人。尽管这个巨人看起来挺萌的，但是当地人认为他可是沙漠之神，可以用来计算月球的运动，还能预测关键雨季的到来。不过看起来他的预测也并不是太准，如今这个极度干旱的地区早已是荒无人烟。